为什么越顺从越讨好民粹，生意越好做？谈古论今，侃天侃地。大家好，我是葛龙。今天我们讨论一个兼具哲学、人性的经济学现象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些年越往左倾靠，越往极端民族主义、民粹主义靠，生意，尤其是互联网生意，似乎就越好做。甚至很多人把这总结为一门生意模式，在商学院里面去推广售卖，就是在网上可着劲儿去骂欧美。骂日韩，说美利国完蛋了，英国完了，法国完了，德国完了，澳大利亚完了，韩国完了，日本完了。然后你就突然发现，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一堆人，开始疯狂抢购你们家的商品和服务，你挡都挡不住。另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是，一家餐馆因为使用地沟油被发现了而濒临破产，餐馆老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向高人请教该怎么办。高人一脸不屑，说多大个事儿啊，你去在餐馆门口贴一个醒目的标语，东洋人与狗不得入内，我包你生意红火。段子并非空穴来风啊，想象一下，一个趁着暗黑夜偷偷摸摸溜到隔壁东洋的神社去撒了泡尿，这种无论放在哪里都堪称极端猥琐、极端下作的行为，结果在网络上面受到了英雄般的赞誉。如果这人不是因为其他的违法行为而阴差阳错的被抓了起来，他大概率会成为一个受无数粉丝追捧的带货大网红。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背后都是因为人作祟。看一看下面3张格隆会研究院做的数据图，上面这些你不太能理解的社会真相，或许就在其中了。先看看图一，2023年中国网民的规模是10.9个亿，过去5年净增了差不多3亿网民，2.6亿网民。这个新增数量，如果当一个单独的国家，算是世界第5大人口国，仅次于中国、印度、美国，接近印尼，是一个足够你做出哪怕是全球最大生意的用户数量级。这是重点，也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什么？增加的都是些什么人？大家再看看格隆会研究院做的数据图2，网民的学历结构，答案就基本清晰了。很明显啊，过去13年，高中及以上学历这个人群的占比一直在下降，占比从72.2%一直大幅下降到了40.4%，减少了差不多32个百分点。但初中及以下含小学的网民大幅度增长，增加最多的是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人数，从13年前的6.7%大幅增加到今天的19.3%，暴增了3倍多。增长的次多的是初中学历不含小学及以下的人数占比从21%增长到40%，差不多翻倍。初中加上小学及以下2个群体占到了整个网民群体的多少呢？60%，而13年前这个占比只有27.7%。换句话说，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曾经是高端精英人群才懂玩、才会玩的互联网玩家组成，现在已经天翻地覆。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，虽然因为他们这个群体的加入，你根本就不知道隔着网络和你对话的，或者甚至跟你对吵对骂的人到底是个博士呢，还是一个大致不是一个箩筐的小学生。但最多也就只是文化上面的差距，平添了一些鸡同鸭讲、一些摩擦，甚至一些对骂而已，不影响生活和生意。但是如果差距不单是文化上的，更是价值观和文化上面的呢？而且如果你不顺从和讨好他们的口味，极可能意味着你的生意根本做不下去了。所以进一步的追问必然是，这部分增加的初中小学及以下的学历的网民都是谁？大家看看数据图3，中国的网民年龄结构就清晰地回答了以上的问题。过去10年，10岁到40岁网民的占比大幅下降，而年龄40岁以上的网民大幅增加，尤其是60岁以上的网民，过去10年大幅增长了近9倍，占到网民比重的15.6%。人口学里面有一个基本的结论：当某一部分人在人群里面的占比一旦超过15%，就会根本性的影响甚至改变这个群体的思考与行为方式。最明显的案例就是穆斯林人口在法国、英国等这些欧洲国家占比达到甚至超过15%以后，相关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网民60岁以上意味着什么？就意味着他们都经历过那一段最特殊的10年时期，他们的价值观、思维方式、行为模式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深深的那个时代极左教育的烙印，封闭、保守、排外、
极端民粹、高度集体主义，强调个体的驯服与牺牲等等不一而足。他们在那个年代遭受的恐惧、创伤和屈辱的阴影，对其声誉、对他们自己影响深远。他们无疑是那个年代的受害者，但他们中的相当部分对被侵害的心理及行为的防御方式，是从加害中反而找到了意义和目的，并认同、艳羡、跟随乃至效仿。这看起来很矛盾，也很悲哀，但完全符合精神心理学。所以现在对很多胡搅蛮缠、为老不尊的现象，很流行的一句评论是：不是老人变坏了，而是坏人变老。从口罩3年呼啦啦冒出来一批伤天害理、泯灭人性的魑魅魍魉、跳梁小丑来看，我们这块土地上面是有着极浓的左倾文化土壤，平时只是冬眠，只要条件合适就会疯长。世界是我们的，也是他们的，但归根结底可能是他们的，没办法，他们人多。但问题在于，当个体玩左倾是会得意的，但当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，对于整体经济和整体的社会福利却会带来确定无疑的戕害和损失。这在博弈论里面被称之为猎鹿博弈，是一种典型的利己却损几乎所有其他人的糟糕博弈。格隆在大学里面学了10年的经济学，我解剖了这个星球上面几乎所有代表性的经济体和他们的经济模式。放眼世界经济史，最终一定沦落为一种人人互害、人人都没有安全感的社会。而极端左倾文化支配下的经济，最终只可能沦为一种暂时管制经济和权贵独占经济的畸形混合体。而这两种经济模式，无论哪一种，都只会将整个人群带向灾难。我们万万不可贪图自己的一时眼前利益，而让大家集体步入了这种万劫不复的经济劫难模型。我是格隆，关注我，做一个清醒的人。虽然有时候太清醒了，也会伴随很多苦恼，但是我向你保证，稀里糊涂随波逐流的代价一定会更大。